小姐，您多少喝口茶吧。苑琴，去找骆明熙。小姐，苑琴，你还记得当时太子选妃时，左相推举了谁参选吗？北秦公主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左相？左相疆域，多半跟北秦有关。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左相谋逆。但左相又和温硕有什么关联？温硕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当年五柳街之事，世人皆以为是温硕救了太子，其实是太子救了温硕。当年五柳街之事，是太子殿下一手谋划。太子殿下对谁都有几分疏离，可唯独待温硕如兄如父，捧在手中，看在眼里。太子为什么要特意设计收温硕入府？左相想利用我是帝家后人的身份，联络帝家旧部。帝家后人，温硕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放人！韩烨，若要回我，我必让帝家陪葬。你敢？10年前的温硕，是他？不可能！温硕，温硕，温硕，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去找大夫。温硕。姐，我别说了，进府再讲。原来韩烨当年竟将最大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温硕，你好点了没有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可知当时是谁把你绑走的？我只知道，那群人的衣着和那日在密林里假扮梅花那位的人一样。安乐姐，他们是同一拨人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安乐姐，我在街上听说，殿下杀了左相，被关进了刑部大牢，重臣力荐，要陛下废除太子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情，陆明熙已经在调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殿下他会无恙归来的。相信我的话，你就先好好养伤，等着殿下回来。好，好好歇歇。来，我先扶你躺下。明熙哥哥，我怀疑左相勾结北秦，已让苑书知会了琳琅。做得好，希望他查的证据能够保得韩烨全身而退。时间不多了。大人，任大人，我们遣人去甲库查了左相的告圣文书，又抓了他贴身仆人讯问，发现他发迹于西北边陲之地，因太祖广揽人才，才在20年间步步攀升。他的母亲竟是北秦人。我这就去搜左相府，总能找到一些他和北秦人勾结的信息。照顾好温硕。韩烨，我们一定能救你出来。
什么情况？陆明熙抄了左相府邸，查出来不少东西，包括我们获取的西北情报。那如此说来，这骆明熙便可对外声称，左相当时在传递情报，而太子当街杀了他，是在阻止情报的外泄。这一局还是让他们给翻盘了。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，那帝家旧部这一步就不可再继续下去。你去善后，告诉下面的人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还有，之前搜集的所有情报都传回北秦，西北兵变之事提前。是。骆大人已经查实，江瑜之母实乃是北秦之人，江瑜他自己就是北秦的细作。这多年以来，他一直暗中勾结北秦，多次泄露大境的机密。殿下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在当街斩杀了江瑜。这个江瑜，在我大境为祸这么多年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陛下息怒啊！江瑜他罪该万死。太子殿下手刃逆贼，为国除害，阻止了军情外泄，太子殿下无罪有功啊！赵福，在传朕的旨意，释放太子，同时将江瑜的罪证交予大理寺，尽快制出诏书，颁布京城各处。是。等等，给安宁传朕的口谕，让他好好查查西北边境军情的事。遵旨。殿下，太子哥哥，殿下，您受苦了吧？您有什么想吃的，回府让我给您做啊。我没事。都瘦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说没事？我真没事。倒是你啊，我听说你是自个儿逃出来的。臭小子，没有白费我的教诲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在谁身边长大的。怎么了？无事，走吧。这几天，大人因为太子殿下的事情，劳累颇多。我做的这些，和寒夜当年为紫园做的那些事儿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大人何必妄自菲薄？当年是您让帝小姐免受岱山囚禁之苦，也是您这10年来一直为帝小姐在京中铺路。可10年前，抄斩帝家的圣旨一出，全天下的人都盯着太子府，因为太子凭一纸圣旨保下了帝家孤女。在这风口浪尖上，他再做任何事儿，都会惹人注目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做了。我记得当时的传言说，帝竟言因病死在了太子府。没错，可1年后，寒夜就把死人变成了活人，而且还当着天下人的面留在自己的身边。这份谋略和胆量，我自愧不如。可大人当时也将帝承恩唤作帝紫园。那不一样，我做不到他那般谋划，把死人变成活人。这么想来，太子殿下当年救下温硕之时，
也不过才10几岁。是啊，10几岁的他，依然为子源做了那么多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快吃啊！这几日您在牢里，肯定没吃好吧？快多吃点。看来，即便你被歹人抓了去，心里面依然惦记着精进厨艺啊。哪有啊？我惦记的明明都是殿下。殿下，您先喝口热茶。哦，这是我熬了几个时辰的鸡汤。您快尝尝。我不过是被关了几日，你这也太……林良，我终究还是没把温硕就是帝金岩的消息告诉子源。您这么做，必然有您的考量。不过是我的私心罢了，因为我怕一旦让他知道寒夜这么多年为他所做的，他就更放不下了。太子哥哥，骆大人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这满桌美食怎么没有酒啊？说得对，我让琳琅去拿。哎，用不着，此间不就有酒？
这可是骆大人的姻缘酒啊！过2日，我就要回西北了，子渊也要回晋南了。今晚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喝大酒了。自我回京城起到现在，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我知道，可能再也回不去当初了。今晚就让我们抛开之前的种种，大醉一场，如何？大醉一场，如何？今晚谁不喝，谁就是小狗。来，舍命陪君子。干！干！你酒量那么差，还要喝？我当下比你要清醒些，我可清清楚楚的记得，你带着3万水师来求娶我时的恢宏场面啊！说实话，狄子渊，你当时那副混蛋模样，我还真的有点心慌。子渊，敢轻薄太子哥哥，属实厉害呀！我当时听说啊，这儿有个女土匪要抢占你，我想着这世上有比我更泼辣之人，这得见识见识啊！没想到居然是你，那我自然还是比不上安宁公主啊！当时一入京就来到这凌香楼，非要跟我打架，那豪横做派，我自愧不如啊！那日打得可真痛快，自那后便没这般了。那要我说做派啊，还得看我们太子殿下。就太子殿下下江南那几番作为，虽然我没去，但只是听闻，那都让人神往。面对那么多失控的难民，临危不乱，确实勇猛。说起来，我还是更佩服你啊！何人不知京城骆明熙的名字有小儿指提之效啊！啊！用通俗点的话，就叫做干一行，爱一行。我那些审问犯人的手段啊，那都是我一点儿的心血研究出来的，哪个犯人不怕？来，这要说名声啊，那还是太子殿下更胜一筹。就光为弟子元不娶这一件事儿，他就唠唠叨叨、反反复复说了10年多，这整个京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太子殿下，你要娶的弟子元就在你面前，你为何认不出来啊？啊？还有你儿时的朋友就在你面前，为何这么晚才认出来？你和骆明熙，一个在水匪堆里长大，一个在刑部摸爬滚打。我和安宁，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太子爷，一个是征战沙场的女将军，谁懂得你们这些弯弯绕绕啊？就是啊。那，
如此说来，确实是我跟子源欺负你们了。那可不是。来。殿下，我们根据您发的情报，已经集结军队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我们便可以连下数座城池。随后，只要再拿下青南，我北秦铁骑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取晋国都城。我很快启程西北，届时正可以和边境大军里应外合。虽然还要许久才到你的生辰，但如今看来，我是赶不上为你庆祝了。等我回到靖南，便是长丝花开的季节，到时候开满遍野的长丝花，可比殿下那日送的花灯要大手笔多了。你若不嫌弃那3块铜板的兔子灯，今后每年我都做一个给你送过去。大晋太子亲手做的灯，那可是世间独一份的稀罕，正好送你这个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。那可还是算了吧，京城和靖南之间山高水远，殿下可别为了这么一个花灯而大费周章。再说了，殿下以后还会遇见比那夜更加流光溢彩的花灯，也会遇见将你所赠花灯视若珍宝的女子。子源，那日在华元山底，我知道你与我一样都不愿离开。我就算不离开京城半步，你我也永远都无法并肩。我们之间隔着太多，承载太多。殿下心如明镜，早就知道今日的结局了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正是因为无比清醒，不能阻止，所以那日在谷底，我才久久不愿停下，也不愿离开。既然那夜殿下没有停下，那往后也别再停下。殿下许诺的清平盛世，子源正等着看呢。子源，你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再见了。我在这里祝你今后每一年生辰都安康、喜乐。停！安宁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想给你带些折云膏，但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买。等过几天，我托人给你送过去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而且这些东西，冷北都背下了。安宁，去到西北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
你和安乐姐能不走吗？小姐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那你呢？你也没有吗？哦，元姐，你看，我现在有了进宫令牌。你不是一直想看御禁馆收藏的大漠孤烟图吗？里边还有太祖编撰的孤本、失传的棋谱，我知道你都喜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的。那小姐怎么办？安乐姐，她不会阻止你留下的。她多年来韬光养晦，从未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的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在她身边。